有緣人，若您刷到這條影片時，請勿錯過，此乃天意之賜，您的財運將如約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請滿懷信心，親自迎接這份富貴。訂閱點讚，給這份福澤一個回應，讓財富與健康更加穩固長久。有福之人在留言區評論一句接財接好運，為家人和孩子接下這份好運。願你闔家歡樂，事業順利，疾病與霉運永遠遠離你們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內容是1951年的屬兔人年底迎生死劫，挺過去好運全開。1951年的屬兔人走到這個年底，心裡大多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像是隱隱的焦慮，又像是某種事情正在逼近，讓人不得不開始特別留意身邊的一切变化。有人說這是你們的生死劫，其實別被這3個字嚇到，它並不是字面意思那種生離死別，而是你人生一個很大的轉折考驗，一個關乎氣運、格局、心性、命局突破的重要節點。能不能挺過去，決定了你未來幾年的走向，甚至會決定你能不能迎來一波真正意義上的大運。好消息是，1951年的屬兔人只要把這個年底的劫順順利利地跨過去，之後的運勢會像被徹底打開的水閘，福運、財運、貴人運會一起奔向你，讓你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為什麼會說1951年的屬兔人今年年底會迎來這樣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其實跟你們的五行格局變化、流年衝合、個人命盤能量轉換都有關係。屬兔五行屬木，而1951年辛卯年生，卯木帶着比較清貴的氣質，再加上辛金的調和，你們一生整體運勢波動不算大，但每隔幾年就會出現一個大坎。這種坎在你們的命局裡往往不是破財，就是健康上的折騰，或者是家庭關係的波動。今年的年底，這個生死劫更多指向的是命局的大破大立，意味着你的人生結構要重新被調整一次。如果你順着這個勢頭走，就能破舊迎新；如果你硬抗，逆着來，麻煩自然多一點。但凡命裡碰到這種劫，其實就是預示着運要變了，運不變，無所謂劫，運要變，才會出現這個節點。1951年的屬兔人今年最大的矛盾點在於，年中到年尾，木的生發力量減弱，反而金和水的影響變強，這會讓你的心態、做事方式、身體狀態都出現一些不穩定的波動。例如，本來不太在意的身體小毛病突然變得明顯，過往都能輕鬆處理的事情突然變得卡卡的，甚至家裡某個人突然讓你特別操心，這些其實都是節氣的表現。但你要記住一件事，老天不會無緣無故給你折騰，這些波動都是為了把你推向一個新的方向，一個你過去幾年都没有機會觸碰到的好運窗口。在運勢層面來說，1951年的屬兔人今年12月開始，命裡的木會重新被激活，尤其是從冬至前後，天地的氣場開始進入陽回升的階段，你會感覺整個人的精神和思維都在變得輕鬆，不再像前幾個月那樣累得喘不過氣。這個階段，你身邊的貴人運會變得明顯，在工作、生活、身體狀態上都有改善的跡象。你可能會遇到一個對你幫助很大的人，或者突然收到某個消息，讓你原本以為解決不了的問題有了出口。過去一年的壓抑會在12月開始慢慢被打開，那種突然看到了希望的感覺，會讓你明白這段時間的折騰全都是值得的。1951年的屬兔人最值得期待的是年底12月開始湧入的財動。屬兔的人本身在流年裡容易出現偏財，但1951年的屬兔人今年尤其特殊，因為你們的命局當中金生水、木生火的能量循環會在年底形成一個小周期的完整閉環，意味着只要你能把握住年底的一個機會，就能夠在財運上出現質變。這個財運不是你自己主動去拼來的，
而更像是命中給你推來的一筆大財。它可能是一次投資回款，一次意外之財，某個遲來的補償，也可能是家裡某個沉寂已久的資產突然升值。你可能會覺得怎麼突然就來了，但其實這一切都是在你經歷節氣之後命理對你的補償。不過你必須注意一點，年底這個財運雖然強，但只屬於挺過節的人。什麼叫挺過去？不是硬扛，而是你能做到順勢而為，不鑽牛角尖，不急躁，不衝動，不固執，不跟命對着幹。今年年底你尤其要注意身體健康，特別是心臟、血壓、腸胃方面。因為1951年的屬兔人在冬季五行水旺木弱的階段，最容易出現气血不順、免疫力下降的問題。如果你讓身體垮掉，財運就會被阻斷。反之，只要你保持健康，財運自然就能落地。所以這個生死劫中的生，說的是劫後逢生。死，指的是氣運就格局的結束。如果你能讓舊的運勢徹底死掉，新的好運才能生出來。1951年的屬兔人還有一個運勢特點，就是越到年紀越容易遇到逆風翻盤。兔本身是柔木，越經歷歲月，木性越穩，碰到大運變化時反而比年輕時更好把握。今年的年底正是這樣一個能讓你老來翻身的時間節點。如果你前幾年一直覺得財運打不開，握不住，留不住，那你会明顯感覺到12月開始這個狀態開始反轉。木生火，火生財，雖然冬季火弱，但在你的命盤裡恰好有火被點亮的暗線。這就是為什麼說12月的財格會被激活。機會不是憑空出來的，而是命局循環走到了這個點。很多1951年的屬兔人會發現，最近幾年你們的格局一直卡在一個不上不下的位置，錢也不是沒賺，但總覺得存不住，留不住，或者是賺得不痛快，一點點疲憊感累積下來，讓你懷疑自己是不是命裡財運就這樣了。其實不是，而是你的命局就是要等到這個時間點才真正完全打開。12月之後，你的不順會慢慢變順，原本的破局會變成成局，甚至可能有人會在年底突然走入一個新的財富格局，讓你真正意義上地感受到，命運不是不管你，只是他選擇在最適合的時間讓你迎來改变。從心態上說，這是1951年屬兔人最重要的一關。你要做的就是保持平穩，不急躁，不慌亂，不悲觀，不鑽牛角尖，不讓外界的情緒影響你的判斷。今年的年底，你最忌諱的就是焦慮2個字，因為焦慮会讓你的五行木被壓得更弱，讓你在關鍵節點做錯決策。保持平常心，就是挺過生死劫的最好方式。記住，劫不是你去打敗的，而是你讓它自然過去。如果你問，那我到底怎麼挺過去？其實答案很簡单。第一，照顧好身体；第二，不盲目做大的決定；第三，穩住財，不亂花錢，不亂投資；第四，和家人保持和氣，因為年底容易出現家庭口舌，這些情緒也會影響你的運勢。第五，順着命運給你的提示走，機會來了別退縮，但也別冒進。等你跨過這個年底，你會發現整個人的好運像被完全打開，財運會變得順暢，貴人會主動靠近，你手裡的錢會更穩，你的人生狀態也會變得輕鬆。過去那些壓着你的東西，會在節氣散去後一個個變得不再是問題，而那些你一直期待但遲遲沒有實現的願望，也會在2025年的上半年找到突破口。所以請記住一句话，這個年底對1951年的屬兔人來說不是危險，而是重生。你不是被命運為難，而是被命運推着去跨過一個台階。挺過去，你的好運就來了；跨過去，你的格局就變了。經歷之後，你會真正迎來屬於你的福壽、財運、安穩和新生。如果您覺得本期視頻對您有幫助，
別忘了評論、點讚、分享加訂閱頻道。在接下來的視頻將繼續揭示幾千年生肖文化密碼背後所孕育的哪些命運和神秘信息。願您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穩健而有力，確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堅實可靠。